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把馒头放开水中煮一煮，几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早餐，吃着外酥里嫩，营养美味，非常适合秋冬季食用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这样的生馒头，把馒头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取一片馒头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小方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到3个的鸡蛋，把它倒小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再把馒头块放蛋液中，给它翻动一下，让馒头块均匀地裹上一层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用筷子夹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转中小火，再把裹好蛋液的馒头块一块一块的放进来，中间要留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程中小火慢煎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用筷子翻一下面，每一个馒头块都给它翻面。全部翻好面以后再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定型。2面都煎至定型后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，再翻炒各1-2分钟，把馒头表面炒至金黄，微微变硬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在上面打上十字花刀，再放大碗中，刀上的开水没过西红柿，把西红柿烫一下，这样更容易去皮。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再准备小把金针菇，用刀把根部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金针菇掰成小块。全部掰好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少食盐，倒上的清水，用手抓拌一下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接着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小把青菜，给它切成小段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西红柿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西红柿取出来，把西红柿皮去掉。西红柿用我这个方法处理一下，很容易就去皮了。去皮后再把西红柿放在案板上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把西红柿梗切下来不要了，然后把西红柿切成大块，再切成西红柿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现在的金针菇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金针菇好好的清洗一下，因为金针菇的长相结构比较复杂，里面会藏着许多的灰尘和杂质，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把金针菇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把金针菇切成小段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
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入葱花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西红柿放进来，加勺食盐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翻炒至西红柿出汁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西红柿更容易炒出汁。西红柿炒出汁以后，再根据家里人的数量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呢我们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汤会更加的清爽好喝。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烧开后把金针菇放进来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先给它煮1分钟。1分钟后再把馒头放进来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再给它煮2分钟。2分钟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生抽，加勺蚝油，加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。如果家里有小磨香油的话，再加一点小磨香油，用铲子搅拌均匀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拌均匀后，再把青菜放进来，再用铲子搅拌均匀，再煮30秒左右，把青菜煮软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大碗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荷包馒头汤就做好了，早上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好吃的荷包馒头。馒头吃着外酥里嫩，有一股浓浓的蛋香味，搭配了各种营养的食材，营养可是相当的丰富。加了西红柿，汤汁鲜美。现在天气逐渐变冷，早上起来喝上这样一碗馒头汤，胃里暖暖的，很舒服，从头暖到脚。这个口感呢，有点像吃泡馍，但是做法比泡馍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